台海如果有事，美軍會不會來是政治問題，但多快能到是物理問題。政治可以模糊，華府幾十年來也刻意維持模糊，可是物理不行。距離、航速、油料、彈藥、維修能量，每一項都是硬數字，攤開來就能算，而且不需要任何機密文件，公開資料就夠了。先把地圖攤開，看幾個基準點，從沖繩嘉手納基地起飛的戰機到台灣上空大約半小時，從關島安德森基地升空的轟炸機飛抵西太平洋的發射陣位要幾個小時，夏威夷珍珠港的航母打擊群全速趕路要1個星期以上。至於美國本土的陸軍重裝備成建制的地面部隊，要用月來計算，小時、天、周、月4個量級。這就是美軍馳援台海的基本節奏，也是多數討論停下來的地方。但今天要講的不是這些明星裝備，因為把整個西太平洋的部署攤開，會發現真正決定美軍能不能打，能打多久的，是一個很少上新聞的地方。它沒有航母的排場，沒有匿蹤戰機的光環，新聞畫面幾乎不會拍它，多數人連它的名字都沒聽過。可是圈內人都知道，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油料、彈藥、維修能不能撐過開戰的第1周，全看它。有公開研究甚至認為，在共軍的打擊清單上，它的優先順序排在某些機場前面。更耐人尋味的是，美軍自己很少公開談它，不是不知道它重要，而是不願明說。因為一旦把它的位置、容量、弱點攤在台面上，等於把整個西太平洋作戰計劃的底牌翻給對手看。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做一件事，把美軍從第1島鏈到第3島鏈的部署一層一層攤開，算一筆完整的時間賬。第1天，美軍能到什麼？第7天，能做什麼？第30天，還剩下什麼？算到最後，再揭曉那個沒人注意卻決定一切的地方。它在哪裡？裡面裝了什麼？為什麼是它？先預告結論的形狀，美軍到台海的速度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一條曲線。曲線的開頭幾個小時，快到超乎多數人的想象，但曲線的中段有一個巨大的缺口，而那個缺口正是北京的參謀們日夜盯住的地方。這筆賬算完，對台海局勢的很多判斷都會不一樣。第1層，先講地理。軍事圈有句老話，業餘的談戰術，職業的談後勤，而後勤的第1課就是距離。美軍在太平洋的部署是沿着3條島鏈展開的。第1島鏈從日本本土、沖繩、台灣一路連到菲律賓，這是貼着戰場的第1線。第2島鏈以關島為核心，加上塞班、天寧這些馬里亞納群島的島嶼。第3島鏈就是夏威夷，再往後才是美國本土西岸。把距離換算成時間，嘉手納到台北約650公里，戰機半小時內到場；關島到台灣約2700公里，轟炸機要飛3-4個小時；珍珠港到台海8000多公里，軍艦以25節的持續航速趕路，一天走約1100公里，要7到8天。從聖地牙哥出發超過1萬公里，10天起跳。這還沒算集結、裝載、補給所需的時間。美軍內部把這個困境叫距離的暴政，對比一下就懂。冷戰時期，美軍準備在歐洲開打，東岸到歐陸約6000公里，沿路有北約盟國幾十個現成的港口與機場接應。太平洋這邊，從夏威夷到第1島鏈之間，能讓大部隊落腳的據點，一只手數得完。大洋不是通道，大洋本身就是敵人。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換算，空運與海運的量級差距。一架 C-17 運輸機，一趟約載70噸；一艘普通的中型貨輪，一趟載約2萬噸，等於約300架次的 C-17。所以軍事圈有第2句老話，飛機運的是新聞畫面，船運的才是戰爭，而船的速度就是20節上下，再急也快不起來。物理擺在那裡，距離就是時間，這是第1層，但距離只是入門，真正的難題是，離得近的可能活不下來，活得下來的又離得太遠。這個矛盾最好的範例就是沖繩的嘉手納。第2層，嘉手納最快的拳頭也是最大的靶子。嘉手納是遠東最大的美國空軍基地，2條約3700公尺的跑道，
上百架各型軍機常駐或輪駐，戰鬥機、加油機、預警機、偵察機一應俱全。從這裡起飛的戰機，半小時內可以出現在台灣周邊空域。單看速度，嘉手納就是美軍介入台海最快的一張牌，沒有之一。但攤開另一份數據，這張牌就沒那麼漂亮了。公開資料顯示，共軍火箭軍手上射程可以覆蓋沖繩的短程與中程彈道飛彈，估計以千枚計。另外還有轟炸機和艦艇攜帶的巡弋飛彈。基地離戰場近，是雙面刃，戰機出動快，對手的飛彈打過來也快。650公里的距離，彈道飛彈的飛行時間以分鐘計。2023年1月，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公布一場大型兵推演2026年台海開戰，總共跑了24輪。結果裡最刺眼的一條是，多數響定中美軍損失的軍機以百架計，而其中約90%不是在空戰中被擊落，而是趴在地面上被飛彈炸毀的。為什麼會這樣？看衛星影像就懂。公開影像數得出來，嘉手納的強化機堡只有約15座，其餘軍機平時停在開放式停機坪，排列整齊，從天上看一目了然。對比之下，共軍在東南沿海機場群的加固機堡估計有數百座，而且還在增建。這幾年美軍嘴上不多說，動作卻很誠實。在嘉手納駐紮了40多年的 F-15機隊已經退場，改成各型戰機輪駐。翻成白話，不再把最貴的雞蛋長期放在離對手最近的籃子裡。跑道是另一個死穴，彈道飛彈用子母彈頭把跑道離一遍，修復要花上數小時到數天。對手不需要永久摧毀嘉手納，只需要每隔幾小時補一輪，讓他在最關鍵的頭幾天反覆停擺。開戰第1小時就能參戰的基地，不一定撐得過第1天。這句話很殘酷，卻是美軍自家兵推反覆出現的結論。所以這幾年，美軍盼命把資產往第2島鏈搬。往哪兒搬？關島。但關島有關島的問題。第3層，關島安德森射程攻防的中心點。關島距離台灣約2700公里，這個距離很微妙，夠遠，可以避開絕大多數短程與中程飛彈的射程，又夠近，轟炸機起飛幾個小時就能抵達發射陣位。安德森基地因此成為美軍轟炸機在西太平洋的主要落腳點。B-52、B-1、B-2輪流進駐。這些轟炸機掛載的長程反艦飛彈與巡弋飛彈射程約900公里，等於轟炸機根本不必飛進高風險空域，在防區外放完彈就能轉頭回家。關島還有一層政治意義，它是美國領土攻擊關島，不是攻擊海外基地，而是直接攻擊美國，幾乎等於逼華府全面參戰。這個政治門檻本身就是下組的一部分，但北京顯然也算過這筆賬。共軍的東風26中程彈道飛彈射程約4000公里，正好把關島框進打擊圈，軍事圈給它的綽號就叫關島快遞。除了彈道飛彈，還有轟六機隊掛載的遠程巡弋飛彈，前艦發射的巡弋飛彈從多個軸向進襲。美軍在關島部署了薩德反飛彈連，也正在推動360度全方位的整合防空反飛彈系統，但依照公開的規劃7成，整套系統要到2030年代才能完整成型。在那之前，關島的天空是有縫隙的。換句話說，第1島鏈的基地怕被打癱，第2島鏈的堡壘也不再絕對安全。射程的攻防把美軍一步步往東推。這時很多人會說，所以才要靠航母啊，航母會移動，飛彈打不到。真的嗎？攤開數字看，航母恐怕是整筆時間賬裡被高估的最厲害的一項。第4層，航母的真實速度與它不敢說破的脆弱。美國海軍賬面上有11艘航母，聽起來嚇人，但軍事圈都知道1/3法則，任何時間點，大約1/3在大修或保養，1/3在訓練或整補，真正能立刻出動的通常只有3-4艘，而且分散在全球。常態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只有1艘，就是以日本橫須賀為母港的前沿部署航母。2024年底之後，由喬治華盛頓號接棒。算一算航速這筆賬，假設開戰時橫須賀那艘就在近海，它幾天內可以就位，但第2艘呢？從珍珠港出發，8000多公里，全速跑7到8天，
從美國西岸出發，10天起跳，而且航母不能單獨衝，要等護航的神盾艦集結，要帶上補給艦，要裝滿油彈，實際反應時間往往比純航行時間更長。歷史上有一場現成的對照：1996年3月，台海飛彈危機，共軍朝台灣外海試射彈道飛彈，美軍出動2個航母戰鬥群，獨立號從日本方向出發，幾天內就抵達台灣東部外海，尼米茲號從波斯灣趕來，走了約2周。當年這2個戰鬥群一到位，情勢就穩住了，因為當時共軍幾乎沒有反制航母的手段，美軍軍艦可以大大方方開進台海周邊，秀給全世界看。30年後，這一幕回不去了。共軍的東風21丁，外界稱它航母殺手，射程約1500公里；東風26射程約4000公里。官方在公開閱兵時自己說它能打擊大型海上目標，再配上不斷擴充的偵察衛星、超視距雷達與海上情報網，公開研究普遍評估，開戰初期，美軍航母大概率不會進入距離戰場1000公里的範圍，而是退在更東邊的海域活動。問題來了，艦載機作戰半徑加上空中加油，撐到極限也就1000多公里，航母站得遠，出擊架次和打擊力就跟着打折。還有一個隱形瓶頸，空中加油機。美軍的主力加油機 KC-135 平均機齡已經超過60年，數量看似不少，但要同時支撐戰鬥機、轟炸機、偵察機的跨洋作業，加油機的調度是兵推裡經常最先斷掉的那條線。航母沒有失去價值，但它已經從開到對手家門口的霸權象徵，變成小心翼翼保持距離的高價值資產。真正第一時間就位的海軍其實在水下，關島常駐數艘核動力攻擊潛艦，開戰時大概率已在陣位，而共軍的反潛能力公認是它相對最弱的一環。但潛艦有個很少被提起的天花板，帶彈量。一艘維吉尼亞級潛艦魚雷加飛彈總共約帶30-40枚，打完就得回港重新裝填，而整個西太平洋能讓它安全靠港裝填的地方屈指可數。講到這裡，所有線索其實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美軍的問題不是平台不夠快、不夠強，而是油料跟不上，彈藥補不了，戰損修不好。現在可以揭曉開頭埋的那個答案了。答案在關島的另一頭，不是安德森空軍基地，而是關島西岸一個叫阿普拉港的地方，以及常年錨泊在那裡和塞班外海的一支船隊——美軍海上預制船第3中隊。這支船隊新聞幾乎不報，長什麼樣子？就是10幾艘外表毫不起眼的大型滾裝船與貨船，安安靜靜泡在錨地，一泡就是幾十年。但船艙裡裝的東西是美軍西太平洋作戰計劃的心臟，一支陸戰隊旅級部隊約30天份的完整裝備與補給，戰車、兩棲車、火炮、油料、彈藥、野戰醫院、淨水設備全部裝好、綁好，定期保養。平時沒人看他一眼，一聲令下，幾天內起航，能把一支成建制的部隊就地變出來。同行的預制船隊，美軍在印度洋的迪亞哥加西亞還有一支，作為第2梯隊。這就是那個很少上新聞，卻決定美軍能不能撐過第1周的地方。為什麼說它才是關鍵？回到前面那個換算，空運一趟70噸，海運一趟2萬噸，高強度戰爭的消耗是什麼量級？公開研究估計，印太戰區一旦開打，光是油料，戰區1天的消耗就可能以萬噸計，精準彈藥以100枚計地燒。這種量級，空運是杯水車薪，只有船搬得動，而臨時從美國本土裝船橫渡太平洋，要3到4周。預制船隊的意義就是把這3到4周預先壓縮成幾天。講白了，那10幾艘舊船買下的不是噸位，是時間本身。再看油這條線，很多人不知道，美軍在太平洋最大的儲油設施珍珠港旁的紅山地下儲油庫，容量約9億公升。2戰時期挖進山體裡的工程奇蹟，在2021年發生燃油洩漏，污染地下水源之後，已於2024年抽空除役。這代表什麼？代表美軍在太平洋的油，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海上油輪的機動運補。而公開資料顯示，美軍海上運輸司令部手上的艦隊油輪約20艘，還長期面臨民間船員短缺。更底層的問題是，
懸掛美國國旗能跑遠洋的商船隊只剩約80艘。二戰動員時期，這個數字是以千艘計的，船不夠，海員不夠，這不是外界的臆測，是美軍將領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承認過的短板。然後是彈藥這條線，前面那場智庫兵推還給出另一條刺眼的結論，美軍長程反艦飛彈的庫存估計僅數百枚，在多數想定裡，開戰約1周就全部打光。打光之後呢，生產線1年也只能補回100來枚。烏克蘭戰爭已經替全世界預演過這個劇本，155公里炮彈，烏軍高峰期一天打掉數千發，而開戰前美國的月產能只有約14000發，等於前線幾天就燒掉美國1個月的產量。之後花了2年多，砸下重金才把產能拉高數倍。飛彈比炮彈更貴、更精密，供應鏈更長，這筆賬只會更難看，不會更好看。最後是修這條線，軍艦挨了飛彈沒沉，要修整個西太平洋。具備乾污能維修大型軍艦的美軍前沿修理設施，只有日本橫須賀一處，回不了橫須賀，受損軍艦就得拖住傷，跨越8000公里回珍珠港，甚至超過10000公里回美國西岸。戰時的維修能量很可能比戰時的火力更稀缺，所以把一個沒人注意的基地說得更精確，它不是單獨一座軍營，而是以阿普拉港和預制船隊為核心，串起儲油庫、彈藥庫、修理廠的一整張後勤網。共軍研究美軍幾十年，這張網在打擊優先序上的位置，解放軍公開的軍事論文裡寫得明明白白，癱瘓一個後勤節點的效益高於擊沉一艘軍艦，因為軍艦沉了是損失，後勤斷了是全局。講到這裡，先處理3個常見的反駁。第一個反駁，美軍可以靠日本，日本有港口，有機場，有工業。沒錯，日本是整盤棋裡最大的變數，但這正是問題所在。要不要讓美軍直接從日本本土發動作戰，是日本的政治決定。開戰前沒人能打包票，而且日本自身的彈藥庫存公開評估同樣只有數周水準，把命壓在別人的國會表決上，這不叫計劃，叫賭注。第二個反駁，共軍飛彈沒那麼準，庫存也有限，部分成立，飛彈確實是消耗品，打基地也需要反復補射，但別忘了，攻擊方享有選擇權，他可以挑時間、挑目標，集中火力打少數關鍵節點，防守方卻必須處處設防，而後勤節點恰恰是少數、集中又難以移動的目標。第三個反駁，前艦就能守住台海。前艦確實是美軍最鋒利的一張牌，但帶彈量和裝填港的限制剛剛算過了，水下優勢可以重創登陸船團，卻無法幫加手納修跑道，也無法替油輪護航到每一個分散的小島。單一兵種補不了整張網的洞。好，對手也算得出這筆賬，所以真正的問題變成，這張後勤網躲得掉飛彈嗎？美軍的答案是一套新戰法，第6層，分散、偽裝、打帶跑、敏捷戰鬥運用。美國空軍這幾年全力推動一個概念，叫敏捷戰鬥運用。核心思想一句話，不再把幾百架飛機集中在幾座超級基地，而是化整為零，分散到幾十個小型機場和簡易跑道，起飛、打擊、轉場、再起飛，讓對手的飛彈永遠慢一步。對手的飛彈再多，也不可能把西太平洋每一條能起降的跑道都離一遍，這是美軍的算計。於是，這幾年看似零碎的新聞就能串起來了。菲律賓依據加強防務合作協議，開放給美軍使用的據點增加到9個，其中幾個正對台海和南海方向。帛琉、雅浦這些太平洋小島的機場在整建，日本西南諸島的機場與港口在強化。最有歷史感的是天寧島。1945年，天寧島曾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轟炸機基地，轟炸日本本土的 B-29 機群從這裡起飛，執行原子彈任務的艾諾拉蓋1號也是從這裡出發。戰後機場荒廢，叢林蓋了80年，現在美軍工兵正把當年的跑道從叢林裡一寸一寸挖出來。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不過分散部署有一個內建的矛盾，美軍內部報告自己也承認，基地從1個變10個，油料、彈藥、維修人員、加油車也得跟着複製10份。分散解決了挨打的問題，
卻把補給的難度放大了10倍。敏捷戰鬥運用的成敗，繞了一圈，還是回到同一個詞：後勤。拳頭張得越開，那條看不見的補給線就拉得越長、越細、越脆弱。歷史上最好的對照組是1990年的沙漠盾牌行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美軍花了將近6個月，把超過50萬官兵、數百萬噸裝備物資運進沙烏地阿拉伯，然後才敢發動沙漠風暴。注意當年的3個條件，對手完全沒有能力干擾海運空運。沙烏地有現成的深水大港與大型機場，美軍有整整半年的從容時間。台海響定裡，這3個條件一個都不存在。再看1982年的福克蘭戰爭，英國特遣艦隊航程約13000公里，光單程航行就要3周，臨時徵用數十艘民間商船協助運輸，連伊麗莎白女王20號郵輪都被拉去運兵。那一仗英國贏了，但軍事圈的共同結論是，贏在後勤線沒有斷，而且對手是阿根廷，不是一個非但以千枚計的工業大國，把地理、基地、航母、後勤、分散全部疊在一起，最後攤開那張完整的時間表。以下是依據公開資料與兵推研究做的情境推演，不是預言，先說在前面。第一天，能到場的沖繩、岩國、三澤等地的駐日戰機，前提是機場沒被第一波飛彈癱瘓。駐日本的神盾驅逐艦早已在水下陣位的攻擊前艦，從關島起飛，在防區外投放長程飛彈的轟炸機，再加上天上的衛星和偵察機，這些力量是小時級的，快，但規模有限。而第一島鏈的基地在第一波打擊後能保住幾成戰力，是整場戰爭最大的未知數。第7天，橫須賀的航母若未受損，已可就位。珍珠港方向趕來的航母打擊群抵達戰區外圍，美國本土的戰鬥機中隊經過重重空中加油，陸續進駐第2島鏈。阿普拉港的預制船隊起航，開始在前沿卸載。但同一時間，壞消息也到了，長程精準彈藥的庫存曲線急速下墜，兵推顯示，關鍵的反艦飛彈很可能就在這前後見底。第1周打完，美軍手上剩下的是還在海上的軍力和已經清空的彈藥架。第30天，從美國西岸出發的第2個、第3個航母打擊群抵達，陸軍與陸戰隊的重裝備靠海運陸續到位，全國動員的空運與海運體系全速運轉。理論上，美軍的力量到這時才真正成型。但這個30天有3個前提：郵輪和商船隊沒有被擊沉太多，預制物資沒有在第1波被打掉，橫須賀的修理廠還在運作。而戰爭到這裡也換了性質，從比誰先到，變成比誰的工業產能和庫存撐得比較久。看出來了嗎？美軍的力量投射是一條曲線，頭48小時很快，第1周到第3周之間有一個明顯的缺口，30天之後才是完全體。公開的解放軍軍事研究和西方兵推指向同一個判斷：北京如果真的動手，最理性的劇本就是搶在缺口期內造成既成事實，逼全世界接受結果。而美軍這幾年所有看似零碎的動作，關島蓋反飛彈系統，天寧島挖跑道，菲律賓談據點，擴充預制船隊，砸錢重建彈藥產線，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把那個缺口一寸一寸補起來。缺口的寬窄每年都在變，誰補得快，誰就改寫台海的時間表。最後留下3個帶得走的重點。第一，美軍幾天能到的答案不是一個數字，是一條曲線，小時級的空中武力，周級的海上武力，月級的地面重裝，中間夾着一段脆弱的缺口。第二，決定介入成敗的不是航母與匿蹤戰機，而是油料、彈藥、維修。阿普拉港外那支沒人注意的預制船隊，就是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隱形生命線。第三，攻守雙方其實在跟同一個東西在跑。那個第1周到第3周的後勤缺口，它的寬窄就是台海和平的溫度計。那麼這筆後勤賬，華府和北京誰算得更精？那個缺口正在變大，還是正在縮小？